我觉得编曲算是作曲里面的二次创作，就是因为作曲的时候，其实我基本上旋律线是固定的嘛，旋律是固定的，然后和弦是固定的，所以就用了那些和弦，然后把旋律在里面，然后其实所有东西，包括速度啊，包括节奏型啊什么的都是固定的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编曲的时候，编着，我们就会产生新的灵感。怪诞心理学那个 1 2 3 4，还有那个口哨声，它是一起出来的嘛？那个是我们现想的，也是在编曲的过程当中，突然觉得这个地方啪停下来。我说先加一个1 2 3 4，加了之后，然后他觉得可以，然后我们把那个段落给拆开，中间空4拍 1 2 3 4，然后试了一下之后，发现这个效果很好。因为这个歌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加这个1 2 3 4，是因为这首歌它的速度，就是它的鼓的速度定的那个歌的速度很适合走路，就是你会有一个画面，就是他在走路，然后他比如说在街道上走路或在哪儿走路，他那个速度很适合走路，所以就很适合那种就是像军训似的那种 1 2 3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么多人来堆的时候，就突然觉得我就觉得可以加一个口哨，就是那种吹的那种哨子，和这个就会听起来有一种军训的感觉。然后就会那个点也是也是临时加的，对。创作的时候肯定就是把手机录音笔打开，然后放在钢琴上，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写了，就是边弹钢琴然后边唱，但是瞎唱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，就唱各种旋律，然后跟着和弦，然后还有要不然就是和谐，比如说要不就是我坐在这儿，突然脑子里有一段旋律，就坐在钢琴上，把录音笔打开，然后我就开始去为我这段旋律去配它的和弦。这一个段落我弹完和弦之后，然后在弹完这一段之后，我下一段旋律新的旋律就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直接就去写下一段了，就直接就弹到下一段去了。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录音笔要打开嘛，就手机的那个录音笔，因为你打开的话，因为我怕我新的旋律想出来之后，我随时就我可能弹完这一遍我就忘记了，所以我要记下来。对，然后可能有运气好的话，我可能一次性一首歌就弹完了，就出来了，就是这样。温暖的房子前一半吧，一整个主歌，然后加上副歌也是一次性出来的，但是是2个不同的时间段。然后我想这张专辑写的比较快的是《褪色船》，不重逢写的也比较快。那个火焰啊，但是那个音乐是命题作文吧？对，因为火焰其实我写了10几版，我写了12个版本吧，好像是。我指的是12版是写了12首歌，但是我写了12首歌，就是它是每一个版本就是不同的一首歌。然后我听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可以否的了，然后我就否了。否了之后，我就再写一首新的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直到写了第12首就是火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歌是我心里想象的那个和平精英的样子，等于那首歌对我来说至少花了2天的时间，写了12个版本。2天写了12首？我记得2天是我在电脑上至少做了有5到6个小时啊，做了很久啊。5到6个小时写了12首？凡尔赛是吧？不过我觉得写歌很快，主要是你要写好的东西，我觉得很难，要花时间。其实我写歌，我认真的坐在钢琴上写歌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，就是我每一次创作的时候都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灵感来了，我就会坐在钢琴上，然后大概也就几分钟，5、6分钟，或者是8分钟或10分钟，就是这个段落，就是我先把我自己想到这个段落先写出来，写出来之后我去延伸到下面一个段落嘛，其实也就2、3分钟的时间，我就弹，无限的去弹各种段落，然后弹完之后发现新的段落都不好，我其实就不弹了，然后那个钢琴我就不会继续不会坐在钢琴上了，所以其实我写歌速度就是很快的，就是10分钟，我如果卡壳了，我就不写了。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去了，然后等到哪一天突然闲着无聊想再试一试，然后就试之后，然后几分钟如果没感觉了 ，OK 我也不试了，然后过个2天，如果我突然有感觉了，就一次性就出来了。所以写歌其实我真正坐在钢琴上的时间是很短的，对，就是灵感型的一个创作嘛。对，灵感。而且就是我记得你之前就说过，其实音乐不是你生活的全部。不是啊，我每天在做很多和音乐无关的事情。感觉其实你是那种就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件和音乐没有关的事情的时候，都可能给你的音乐带来灵感的那种。
对对对，是的。我24年之前最多的时间是用在打游戏上。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。对，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专注的好几个小时嘛。然后24年那一年到现在，这一整年多，我最多的事情是一个人在思考，就是可能什么都不做，就光思考。所以其实我做音乐是越来越少，然后光在动脑子，然后再去学习，就是学一些我未知的领域，然后去想了解。因为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，比如说在一个逻辑上卡了一个壳，然后我想去了解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权威性的一些验证，比如说历史，还有一些文明，然后了解每一个文明里面他们的传说。就我们中国有很多神话故事嘛，然后包括《山海经》这些，然后也会去了解。他们对生活的好奇心是很重的，也是很旺盛的，对知识的这种好奇心。对，就是想知道吧，对。所以，这是近1年来的主旋律是吧？对，这是这1年来的都在做的一件事情。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其实真的我积累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一直在记录它，然后把我的想法和一些我觉得是世间的一些悖论，然后也会记录下来，然后把我认为的一些所谓的真理的东西也记录下来。推翻过我推翻过很多次，我不是很多次，我觉得是我都数不清了无数次推翻了自己。我换了个视角来看我自己和看这个世界，对。所以当我转换视角之后，然后很多东西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，其实我理解它，我理解了我自己。但是换做我现在的话，我可能觉得我不会再重复的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发展过程，因为没有那个时候的我就不会有现在，对，还是一个因果关系嘛，对。那你最忘不了的蔬菜是什么？空心菜。不是，是一个谐音梗。你是我的菜。激发了他的意思。就是你刚刚提到的。我是你的菜。哇哦，也是忘不了了，其实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答案。是吗？我说对了。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。对，类似这种啊。不是类似这种。你刚刚提到了2个字。空心啊。不是。我不记得了。那相遇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让每一段相遇都能够被铭记到永久。好的，再接再厉。再接再厉。你和火星人玩躲猫猫，躲到了奥特曼模型里，但是很轻易的被发现了。你问为什么？火星人说了一句话，你猜是什么？盖亚。不是，和你有关。我和奥特曼躲猫猫。你和火星人躲猫猫。你躲到了奥特曼的模型里，但是火星人非常容易就发现你。相信光。对，和这个有关。火星人说了一句话，说晨光里有你。1万点暴击，我感觉1万点暴击。